王胜，兄弟们熬了2个月，你就拿3000块打发我们？陈强，刷个防水3000已经不少了。强哥，贴上砖，业主又看不见。行，那这层防水我不刷了。陈强，你别忘了是谁给你活干。强哥，别把自己看太重，装修靠的是门面，不是你这把铲刀。你们要糊弄业主，我都管不了。但绿3别墅那单我也不干了。陈强，别给脸不要脸。公司这单大平层确实有利润，但大头要留给小号做门面。客户签单看的是盛世装饰的豪华门面，看的是我做的精美 PPT。你带人刷防水贴瓷砖，那叫基础活。满大街200块一天随便给你开3000，已经是对得起你了。没有技术含量。卫生间防水做不到1.8米，边角不做圆弧处理，不出半年楼下必漏。水电不按标准走线，强弱电不分管，以后整栋房子的电器全得短路。客户信盛世，是因为这2年我陈强带出来的口碑，因为整个建材市场都知道我陈强做的隐蔽工程不用验绝对没毛病。行了，陈强，你就是个认标准的人，干装修靠的是包装和营销，谁真的一砖一瓦去严守啊？你那一套良心标准早就过时了。绿谷小区那套200万的别墅大单，我决定让小浩当总工岗，你以后就给他打下手，做个泥瓦匠就行了。让刘浩当总工岗，那对退休老教师掏空了6个腰包，才凑够钱装养老房。他刘浩连结构墙体和足建墙都分不清，你让他去动200万的房子？我不懂技术怎么了？我懂怎么压成本啊！材料全按最低价拿，隐蔽工程能省就省，防水随便刷1层就行，反正贴上砖，业主也看不见。材料不合格，墙面后期会出问题，线来不达标，电器负荷一上就会留下隐患，防水工序偷懒，漏到楼下就是几10万损失。刘浩，你不是搞装修，你是在把业主的家往隐患里推。陈强，你少在这危言耸听，在这个公司我才是老板。现在我命令你，明天带人去别墅公盛，按照小浩的方案给我施工，要不然你今天就给我走人。以前我以为你们只是贪钱，没想到你们现在连做人最基本的良心都不要了。房子装不好是要出安全问题的。那3000块钱你们留着买晕车药吧，这活儿我不伺候了。你今天走出这个门，以后就别想再靠盛世装饰接活。强哥，我们这帮手人不懂什么 PPT， 我们只认你这个凭良心手艺吃饭的人。你去哪儿？兄弟们去哪儿？走走走，一群没本事的手艺工人还在这上演兄弟情深呢，不出3天你们就会回来求我给你们一口饭吃，到时候工钱减半。强子，接下来咱们怎么打算？手艺长在咱们自己身上，谁也抢不走。哪怕从最破的二手房翻新开始做，咱们也能走出一条路。严工，您找我。强子，我听说你跟王胜闹翻单干了。是，看不惯他们糊弄人的手段，退了。一套城中村老破小，30年房龄，反潮严重，极其难搞，你敢不敢啃？接，只要您敢把工地交给我，我保证隐蔽工程经得起最严验收。好小子，明天带人来现场做成标杆，以后我只推你陈强的牌子。兄弟们，吃饭的家伙拿稳，明天开工，打出咱们自己的招牌。1楼没有地下室，地气直往上反，确实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强子真准时，来跟我进屋看看。这房子反潮严重，前2个包工头一看全跑了。陈工长，我们预算有限，只求墙皮不掉，卫生间不漏水。房子虽然老，但底子打好，一样能住得舒坦。这活我接。您说加钱还是不加钱？按市场价，但工艺不能省。墙皮铲到红砖层，重做防潮抗碱封底，除味防水，连刷3遍，就按这个方案干。我亲自给你做节点验收。干活！今天先把发霉旧墙皮1寸不溜清干净。刘总，这批材料质量不稳，后期墙面可能会反碱开裂。换什么换？我让你们来干活，不是来教我做预算的。这批材料必须用完，防水按最低流程做，明天验收收款。强子，听说你跟王胜闹掰，自己单干了，好样的！赵哥，来最好的 PPR 水管，柔性防水，还有抗碱底漆。还是你强子干活讲究，老房翻新，水管和防水最要命。赵哥，刚出来手头紧，这批材料能不能先赊2万？你陈强的信誉在建材市场就是铁招牌，货拉走，有钱再给。谢了，赵哥。哟，陈大工长，离开豪华门面，跑这儿求照顾了。给我拿最低规格的线材管在，能用就行。别墅用电负荷大，这样压规格，后期全是安全隐患，关你什么事儿？
我能省下一大笔成本。你这简直没良心！房子是个家，你往墙里塞的不是材料，是隐患。少灌鸡汤。明天我的别墅验收拿钱，你就慢慢磨你的破房子吧。拿上你的昧心钱，离开我的店，我1寸材料都不卖你。赵哥放心，糊弄出来的墙经不起一场雨。48小时避水实验结束，一滴水不漏，这工艺教科书级别。赶紧的，把水阀打开，往2手上位放水。只要熬过明天上午验收，第2笔工程款就能收回来。林老师，您二老今天起得够早的，这避水试验整整48小时了，您今天亲自验完收，隐蔽工程就算圆满结束。那这第2笔50万的工程款，王老板放心，我们老两口掏空毕生积蓄，就是为了装好这套养老房。只要里面干干净净，一滴水不漏，钱马上转给你们公司。林老师，您就把心放肚子里，这套别墅是我刘浩亲自当总工长盯下来的，用的全是盛世装饰最高端的德系工艺，我敢打包票，里面连一丝潮气都没有。舅舅，等会儿收了钱，下午我就去把车提了。二老，欢迎验收您的新家。老头子，我的天哪！我们的养老钱啊，我们的房子毁了！你们，这就是你们打包票的德系工艺？这水是从2楼卫生间漏下来的，你们到底刷没刷防水？这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漏成这样啊！这肯定是水管问题，或者是现场工人施工时不小心碰坏了，不关我的事。刘浩，你别乱甩责任。大家伙都听听，你看看你这好外甥买的什么东西？王老板，防水摇力不合格，沙料不合格，线材也不达标。我们提醒过，他非说能省就省，现在出了问题，不能全让工人背锅。不合格材料，关键工序也省，你们这是拿我们的养老房开玩笑啊！昨天我还相信你们公司，真是看错人了。损失和返空费用，你们必须按合同说明白。林老师，您听我解释。这都是临时工干的，属于个人行为。我们公司，呵呵，你们盛世装饰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现在就叫我儿子带人过来，我要让整个绿芜小区的业主看看你们的嘴脸。大不了这笔尾款我们不要了，前期费用退一部分，家具提前进场，你们自己也有责任。兄弟们，先别走，今天不把我们2万块工钱说清楚，这事儿没完。太不讲良心了，关键材料都敢糊弄。我家也是盛世装的，赶紧停工，我要重新检查隐蔽工程。保安，先暂停盛世装饰在这个小区的施工出入申请，后续没有业主书面确认，不再让他们进场施工。王老板是吧？你外甥使用不合格材料，关键工序严重缩水，这已经是严重违约，家具损失拆除返空和后续修复费用，你们都要按合同承担。我已经把现场情况发到本地业主群，你们公司的信誉保不住了。喂，是陈强陈工长吗？我是看了严监理在业主群里发的节点验收视频找过来的，我手里有一套300平的大平层，我就信你。工程款直接打你卡里，你马上带人来给我量房行不行？强子，你这工艺传开了，我把你昨天做完避水试验的视频发到了市高层次业主群里。正好今天上午，盛世装饰在绿谷别墅区出了大问题，他们把人家的定制家具全泡了。这一对比，很多业主都在找那个金牌工长。强哥，咱们不用去路边举牌子找活了。老李，我早就说过，干装修糊弄人能赚一时的快钱，但凭良心严守，赚的是一辈子的金字招牌。这套老破小是咱们的起点，从今天起，城南的装修市场，咱们兄弟定规矩。这没良心的东西还有脸打电话来？强哥干得漂亮，这种人就该自己承担后果。兄弟们，收拾工具。张先生这套房子的隐蔽工程已经完美验收，
剩下的交接做完，咱们马上转战下一个工地，市中心大平层，300平，业主全款等咱们进场。干！王胜，今天不管怎么说，都得把我们那2万块工钱给个明确交代。别墅出问题是你们买的不合格材料，不能让工人背锅。王胜，你那个好外甥刘浩，在我那边拿了几批低价材料，还欠着我5000块钱尾款。今天把话说明白，货款总得有个交代。各位大哥，各位老板，你们宽限我几天行不行？别墅那个单子毁了，业主不仅1分钱尾款没给，还要求我按合同赔偿，金额不小。我现在公司账户被暂停结算，真的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舅舅，你先顶着，我去外面想想办法，找朋友借点钱。想走？你手里拿的什么？车钥匙是吧？哼，你拿省下来的钱去买车，现在没钱付工钱，这车先别开走。王老板，什么时候把工钱结清？什么时候咱们再谈车钥匙的事儿？你们别乱来，那是我刚提的车，有什么事好好说。好好说。你把不合格材料塞进别人家里时，怎么没想着好好说？陈强，去找陈强！现在全城的业主都在找他那个不刷劣质防水的金牌高高，只要他肯回来，只要他出面接手那个残局，用他的手艺把别墅修好，林老师气消了，咱们就不用赔到损失惨重，公司就还有机会。去！昨天我才骂他是赚窝囊废钱的没门路的人，现在去求他，我丢不起这个人。你还要什么面子？面子能抵赔偿吗？你现在连车都保不住，再不把陈强请回来，咱们俩以后都没地方站。跟我走！陈公公，您不知道，这房子是我们2口子在这座城市扎根的全部希望，别人都不敢接，只有您不仅接了，还做得这么完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张先生别客气，既然收了钱，就得对得起这份手艺，更得对得起你们的信任。房子以后有任何问题，随时打我电话，我陈强终生负责。哎呀，强子，我的好妹夫、好兄弟，可算找到你了。王老板，你叫错了，我姐早在1年前就看透了你这贪得无厌的本性，跟你离了婚。咱们现在连亲戚都算不上，你跑到我的工地上来干什么？强子，以前的事是姐夫不对，姐夫猪油蒙了心，绿谷别墅那件事你肯定听说了。算我求你，你带着兄弟们回去吧，那个残局只有你能收拾。只要你肯出面把林老师的房子修好，我把公司1半的股份给你，以后你就是盛世装饰的2把手。1半的股份，你那破公司现在除了欠一屁股债还剩啥？你拿几百万的负债来分给我们强哥，算盘打得在城南都听见了。你一个泥瓦匠懂什么？我们盛世庄招牌还在，只要随便拉点投资就能东山再起。陈强，我舅舅可是给你机会当大老板，你别不知轻重。你在这个旧城中村修这种旧房子，一辈子能出头。刘浩，你看看四周，这是30年的老破小，没有豪华门面，没有精美 PPT， 但我在这里做的每一道工序都经得起最严苛的检验。你再想想你经手的那套千万别墅，不合格沙料糊墙，防水调料铺地，不合格限期埋雷，你觉得到底是谁一辈子出不了头？那只是一次失误，大不了以后我不用不合格沙料了。你根本不懂，装修的底线不在于材料有多贵，而在于人心里那杆秤到底有多平。你的心是歪的，给你一块金砖，你也盖不出不塌的房子。强子，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林老师放话了，如果今天之内我不拿出一个能让他信服的重装方案，他就按合同继续追早，所有损失都算到我头上。你这技术，你这口碑，王胜，只要你一句话，林老师肯定买账。算我求求你了。王胜，3天前在你的办公室，你用3000块钱打发我的时候，说过什么？你说我一辈子没起色，说离开你的平台，我连西北风都合不上。我就是个1线工长，修不好你们盛世装饰那金玉其外的豪华门面，你们家的门槛太高，我陈强跨不进去。老李，送客。林主任，您听我解释，我正在想办法筹钱。您就是陈强陈师傅吧？严监理把您的公益视频发给我了，这简直是艺术品级别的工程。林主任过奖了，我只是按规矩干活。陈师傅，实不相瞒，我父亲那套别墅被这帮失信商人毁了，老人家气得身体都不舒服。现在只有您的手艺能让我父亲安心。
那套别墅，我想请您彻底重装，预算按实际良心工艺给够。另外，我们医院的新院区刚好落成，有2层高级病房，需要精细化硬装，对防潮、防水和环保的标准要求极高，利润也合理。如果陈师傅愿意，我想把这2个项目全部交给您的团队，定金现在就可以转账。完了，我的公司，我的钱。林主任，只要您信得过帮浑身是泥的兄弟，这活儿我陈强接了，保证让老爷子住进全城最安全的房子。您的项目定金已到账。我去把工人的工钱结了，把材料商的账平了，不然他们天天催，我真的撑不住了。陈强，咱们好歹以前也是一家人，你现在拿了这么大的单子，你分包一点给我们做行不行？我们盛世装饰可以给你当分包商，你吃肉给我们留口汤喝就行。把你推到这一步的，是你自己那颗只顾眼前利益的心。老李，清场，别耽误张先生2口子验收新房。兄弟们，把这2位请出去，别影响张先生验收新房。陈强，你不能见难不帮啊！我可是你前姐夫啊！喂，什么？店面被房东收回了？那我的车呢？因为工钱没结清，包工头把车先扣在停车场了。喂，盛世装饰彻底完了。而且最怎样？我说不相信，死就是啊！看反正这回事不叫是事。哦，强子已经成气候了，老百姓都信他，材料商都信他，连那些高端业主都愿意把对了大项目交给他。老婆，你看，这才是砍事儿的地方，把强才是干实事给咱们看，这比那些装修公司吹得天花乱坠管用100倍。各位业主，我陈强不懂营销，也不会说漂亮话，在我这里，报价单全透明，材料全部去厂家直拿，赚多少人工费明码标价，你们不用担心被增项加钱，更不用担心被偷工减料，因为在我这儿，隐蔽工程如果不达标，我当场抡拆除工具全毁了重做，材料费算我的。兄弟们，这是张先生那套老破小的工钱，外加医院 VIP 病房项目的前期奖金，每个人3万，拿着回去给老婆孩子添件新衣服。强哥，这也太多了。以前在王胜那里辛苦干活，1个月也就几千块钱。手艺人凭手艺拿钱，天经地义。跟着我陈强，只要大家伙把良心放在工程里，以后咱们不仅要拿高工资，
我还要带大家在城里买上属于咱们自己的房子。干！跟着强哥干一辈子！我不干了，舅舅，我真的干不动了，我的腰快断了。我这双手以前是敲键盘做 PPT 的，怎么能干这种辛苦活啊？敲键盘，你现在连生活费都紧张。林老师那边的赔付还没谈妥，工人的工钱也天天催。今天这车水泥不搬完，咱们连日结工钱都拿不到。起来，继续搬。哟，这不是盛世装饰的王总和刘大工长吗？怎么不开车，改来体验搬运了？赵老板，让您见笑了。我们这也是体验生活，凑点生活费。体验生活。当初你们把不合格材料用进别人家里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别人赚钱有多难？现在知道这水泥有多重了，欠下的旧账总得一点点还。谁散了？各位业主，今天是我们良心工坊进驻的第一天，第一件事儿不是装饰，而是把问题基层拆干净。不合格沙料和水泥会反碱发霉，也会影响结构安全。这些隐患如果不彻底处理，以后外面装的再漂亮，里面也经不起时间检验。老李，动手，问题基层全部拆到位，一个房区都不能留。好嘞。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施信公司口中的省钱，这叫不合格线材，电阻极大，散热极差。一旦你们开启中央空调和地暖，这根线就会像烙铁一样发红，直接点燃墙里的键管，太吓人了。这种隐患看着真后怕。陈师傅，我家那套别墅也是前2年装的，最近电路总出问题，您处理完这套，麻烦也带人去我家看看。只要是您陈师傅动手，我就放心。陈工长，我市中心的会所正准备装修，看了您拆这墙的底气，我算是服了。这单子我非您不签。真正的反击和做大集强才刚刚开始。各位老板，感谢大家对我们强哥良心工坊的信任，但丑话说在前面，我陈强带的团队全凭手艺人自己一砖一瓦的干，绝对不搞层层转包那一套。所以我们的工期排得很满，如果大家愿意等，这活儿我接。如果为了赶质素想让我随便糊弄，那对不住，给再多钱我也不能毁了自己的招牌。有性格，这才是真正干工程的人。陈师傅，我就冲你这句不转包，等半年我都愿意。定金我马上打给你。对，好饭不怕晚，好工长更值得等。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排队签意向书。
兄弟们，这里是医院的高级 VIP 病房，标准比家装要严苛。第一，所有病房的隔音棉必须用高密度阻燃材料，接缝处牢牢贴合。第二，管线交叉的地方必须严格按照防溅电、防干扰规范做屏蔽层。第三，防水节点必须逐项验收。下面是精密设备区，一处渗漏都会造成重大损失。都听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强哥放心，绝不掉链子。强哥放心，绝不掉链子。干活。老李，你去门口盯着点，今天有一批零工要来清理现场的废弃木板和包装纸，告诉他们进咱们的厂子，就算是个扫地的，也得穿鞋套、戴防尘帽，绝对不能弄脏咱们刚做好的防溅电自流营地面。好嘞。都快点下车！今天接了个大活，去顶楼 VIP 病房清运建筑废料，人家大工长给的工钱高，一人1天300块，都给我手脚麻利点，别给我丢人。舅舅，清运建筑废料，这不就是去工地捡废品吗？我这手都磨出水泡了，咱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闭上嘴！要不是你当初非要用不合格材料糊弄那个林老师，咱们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今天要是偷懒拿不到这300块钱的日结工资，晚上就别喊累。你们俩嘀咕什么呢？把手套戴上，一会儿上楼眼睛放亮点。这个工地的总工长是个严格的人，出了名的眼里揉不得沙子，别惹事儿。停下！你们就是来清废料的散工吧？先把鞋上的泥在垫子上蹭干净，然后把鞋套穿上。咱们里面刚做好的自流明地面，谁踩出一个黑脚印儿，扣50块钱工钱。什么破工地，规矩这么多，还真把自己当5星级酒店了。舅舅，你看里面，陈强，这整个医院的 VIP 大工程，竟然是他在负责。发什么愣呢？赶紧进去把3号病房那堆废旧电缆和纸箱子搬下楼。舅舅，这可是顶级的纯紫铜线啊！废品站收30多块钱1斤呢，这几段加起来少说也有4、5斤，能卖100多块钱。你疯了！这是陈强的工地，被他抓住了，咱们1分钱工钱都拿不到，怕什么？他现在是个大老板，哪里顾得上看几根废电线？这点东西没人会注意到。站住！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原来是你们2位。刘浩，以前你看不上咱们的辛苦钱，现在怎么跑到我们工地上拿废铜线了？老李浩，王胜，强子，强哥，小浩他就是一时糊涂。我们现在实在太急了，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就当给我们一个改错的机会吧。可怜你们，当初你拿14万7给刘浩买车，用3000块钱打发我的时候，可怜过我们在甲醛房里熬红的双眼吗？当初你们把不合格沙料塞进林老师的养老房里，可怜过老人家掏空的6个显包吗？在我们良心公放的厂子里，针尖大的东西只要不属于你，就不能动。老李，我不想把事情闹大，让王工头带着他们马上离开。听见陈总的话没有？走！你们2个不守规矩，差点害我丢了这么大的活儿。今天这活儿不用干了，以后我的队伍里也不会再安排你们。陈强，我错了，你给我一次机会吧，你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真的走投无路了。那个被我亲手逼走的陈强，已经站在了我这辈子再也无法企及的高度。靠糊弄赚来的钱看似快，失去的却是所有人的信任。而陈强靠一寸一寸做出来的手艺，换来的是真正的长久生路。喂，房东大哥，是不是可以再宽限几天？
都是你太贪心。如果当初你把利润分给陈强一点，如果咱们不赶他走，我现在还不用到处找活。我真是被你害惨了。各位工友，各位老板，今天把大家聚到强哥这里，不为别的，就为了一件事儿：立规矩。这几年装修市场被一些失信公司搞得乱七八糟，业主花冤枉钱，工友们辛苦干活，还可能被拖欠工钱。这种日子，咱们受够了！对，受够了！以后不再给失信老板当挡箭牌。今天由陈强陈大工长牵头，正式成立东海市手艺人诚信装修联盟。以后只要是咱们联盟接的活，全透明报价，材料直供，工友干完活当天结清工钱。谁敢在材料上动手脚，谁敢克扣工人工资，立刻取消联盟合作资格。兄弟们，我陈强也是泥瓦匠出身，我知道抹泥刀在冬天有多冰手，也知道贴一天瓷砖腰有多疼。咱们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汗水换来的干净钱。咱们手艺人不拼 PPT， 不拼忽悠，咱们拼的是水管走顶不漏水，红线管拦弓弦清清楚楚，防水工序绝不偷懒。只要咱们自己把良心摆正了，这城里的万家灯火就有咱们兄弟的一口热饭。大家说能不能做到？能！跟着强哥干，凭良心赚钱。强子，我们30家建材商表态了，凡是联盟的兄弟来拿货，全部按出厂最低价走。另外，今天现场直接开放50个长期工长名额，谁愿意加入，现在就来强子这里报名签约。舅舅，我不去，里面全是以前被我们坑过的工头和建材老板，他们肯定不会给我们好脸色。不去，不去就连临时活都没有。你没听见里面在招长期工长吗？陈强现在是联盟负责人，只要咱们低头认错，哪怕先在联盟里打杂，至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走。今天这里在开会，你们有什么事儿，先站到旁边说清楚。王胜、刘浩，你们也来了强哥这里。强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强子，公司没了，房子也保不住了，欠款一笔接一笔压过来，看在以前一起做过事的份上，你给我一个机会吧，让我从最普通的杂活干起也行。规矩，只要让我重新学规矩。王胜，你想在联盟里找份活干？强哥，这种人以前怎么对咱们的，你忘了吗？3000块钱就想打发咱们2个月的工钱，他还把业主的房子做成那样。你们把不合格材料用进老百姓的家里，那是拿别人的信任换自己的快钱。联盟规矩第1条就是，手脚不干净、心里没尺的人，不能碰关键工序。陈强，我们都已经来认错了，你还想怎么样？刘浩，认错不是喊2句就算，你们以前糊弄过的每一个业主，拖欠过的每一笔工钱，都得自己一点点补上。我给你们的不是原谅，是一条用规矩重新做人、重新各干活的路。想留下可以，但从今天起，你们不能碰隐蔽工程，不能管材料，不能碰工钱，先从清理现场、搬运杂物，跟着师傅学规范开始。3个月内，只要有一次偷懒耍滑，立刻离开联盟，愿意就签，不愿意，门在那边。
这不是轻易原谅，是一条必须用汗水和规矩慢慢走出来的回头路。严公，规矩今天既然立下了，就必须有人把关。这50个长期账我签了，但我有一个条件，我想聘请您担任我们诚信装修联盟的首席质量把关人。强子，你可想好了？我老严的脾气你最清楚，六亲不认，哪怕是你陈强亲自带的工地，只要先管歪了1厘米，防水少刷1道，我照样要求返工，还要在全联盟通报批评。我要的就是您的六亲不认，咱们联盟的招牌绝不能毁在人情世故上。严公，您就接了吧，有您拿着尺子在后面盯着，咱们兄弟干活心里才最踏实。只要严公您点头，您的把关组有1票否决权，所有处罚款全归把关组做奖金。好，既然你陈强有这份魄力，我老严就接下这份责任。以后在这东海市，谁敢在联盟的工程里掺一批不合格材料，我让他连夜退出项目。这一天，东海市的装修行业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洗牌。真不容易啊！2000平米的硬装刚完工不到1个星期，室内环保数据就达到院方最严格的标准。陈师傅，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您过奖了，没有什么奇迹，全是笨功夫。所有板材我们在进场前就反复检测，使用的胶水和涂料全部是联盟职工的环保材料。虽然材料成本比市面上高一些，但我们的利润完全透明，赚该赚的钱，做干净的活。我早就说过，把工程交给陈师傅，绝对放心。不仅环保达标，这病房的隔音也很好。昨天我们特意在隔壁做了噪音测试，病房里面关上门，只能听到一点点闷响。陈师傅，你们团队做的确实好，这笔尾款加上院方额外给你们团队的质量奖金，今天下午就打到你们公账上。感谢认可，这也是我们联盟100多号兄弟起早贪黑拼出来的。后续保修，我们联盟终身负责。陈师傅，先别急着走。我这儿有个极其棘手的重头戏，不知道你敢不敢接？林主任，请说。城南马上要启动一个大型社区回迁新居项目，阳光新城旧小区改善工程，整整50栋楼，几千户普通家庭的新房，这事关无数个家庭的后半辈子。50栋楼，我的乖乖，这可是天大的工程啊！没那么容易。这个项目的总承包方是当地规模很大的恒远建工，他们的老板周胡福是个出了名的只看利润不看质量的人。我听说他们准备在内部硬装这块大规模压缩成本，报价底线压得极低，甚至暗示分包商可以使用低规格材料。我父亲那套别墅被毁的事儿，我这辈子都忘不掉。如果这几千户普通家庭的新房也被做成问题工程，那就是对信任的辜负。陈师傅，我知道你们联盟的规矩是严守质量，但这次你们敢不敢去跟那些只看利润的人硬碰硬，把这个项目拿下来，给普通家庭盖一个真正的安乐窝？普通家庭掏空口袋换来的房子，墙面必须和别墅一样直，防水必须和医院一样严。这活儿我接了，明天我就带人去恒远建工的项目探谈会。各位老板都到齐了。废话不多说，阳光新城的室内硬装分包总预算整笔项目款，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在表面挑不出毛病的前提下，谁能把成本压到最低，谁就能把这块大蛋糕端走。周董放心，回迁房嘛，业主要求没那么高，现在用低规格的，防水做个局部就行。这项目我们敢接，保证给您留出足够利润。周董，墙面齐平，我们可以不用水泥，直接用石膏粉混胶水糊，干得快还省钱，1平米能省下50块。
回迁房住的是普通家庭，普通家庭的安全就能打折吗？低规格线材会留下隐患，环保不达标的材料会影响居住体验。你们这是在给老百姓盖房子，不是在做一次性买卖。陈强，你少在这里给我唱高调。这项目是我恒远建工总包的盘子，轮不到你一个泥瓦匠来教我怎么做生意。10%的利润，对我陈强来说足够了。我今天站在这里，代表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东海市手艺人诚信联盟的3000名兄弟。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手艺人，签承诺书，你把利润压得这么低，完全破坏了行业的老规矩。我告诉你，陈强，今天就算谁来了，这工程也轮不到你。保安，请他出去。周董，赶我走可以，但你看清楚了，你们恒远建工所有的建材供应商名单。周大福，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吵架，我是来告诉你，老百姓的房子不是你算利润的筹码。你想找失信队伍接低价活可以，但东海市的好材料、好工人不会给你这种做法托底。没有我的签字，你们连一袋合格的水泥都进不到工地。哼哼，大言不惭，你一个泥瓦匠，真以为自己能只手遮天？东海市这么大，我有的是钱，难道还买不到建材？张助理，马上给城南建材市场的赵老板打电话开面题，我倒要听听他们是不是真的不接这笔单子。喂，哪位？赵老板，我是恒远建工的张助理，我们周董发话了，阳光新城那个大项目马上开工，我们需要大批量的河沙、水泥和管件，只要价格合适，我们马上签采购合同。恒远建工，不好意思啊，张助理，我们建材市场现在加入了东海市手艺人诚信装修联盟。联盟的规矩是，只给签了诚信公约的工长供货。老赵，你少说套话，我是周大福，我把采购价给你提高5个点，这笔几百万的单子，你做不做？周董，这不是几个点的问题。以前跟你们恒远做生意，尾款一拖就是2年，我们这些供物商资金链都快被你们拖断了。现在强子带着咱们联盟立了新规矩，全透明报价，材料款现结。最关键的是，强子不糊弄老百姓，我们卖出去的材料用得安心。今天我就把话放这儿，阳光新城这个项目，如果不是陈强带队，你们恒远建工在我这里连一颗螺丝钉都买不到。这陈强来真的呀？没有城南建材市场供货，咱们要是从外地调货，光运费就能把利润全吃光了。周董，那什么，我突然想起来，公司还有点急事儿，这阳光新城的标我们就不跟了，告辞，告辞。周董，现在可以谈谈我们联盟的报价了吗？这笔项目款，我要保证每1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如果你同意，今天下午，我们联盟的兄弟就可以进场。50栋楼，我保证在交房日期前，交出一个经得起验收的良心工程。工程一旦延期，每天的违约金都是天文数字。好，陈强，算你有本事，这项目我给你做，但你别高兴得太早，这可是50栋楼的体量。按照你的标准，进度一旦跟不上，延期责任都按合同算。到时候我看你的联盟怎么扛。您把心放肚子里，我们泥瓦匠从不拖欠老百姓的期待。
陈工长，您这话说的太重了。市场上材料批次不一样，很正常。今晚这批货价格便宜，能省不少成本。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呢？我知道，员工知道，以后住进这里的几千户普通家庭也会知道。材料只要不达标，墙里就会留下隐患。李经理，大半夜的不睡觉，跑到咱们的材料库来做贼啊！老严，你别乱甩责任，我是代表统包方来给你们补充材料的，这都是好东西。兄弟们，今晚大家都看见了，有人想用灰色好处买通我们，把不合格材料塞进老百姓的家里，咱们能答应吗？不能。严工、严监理，大家都是出来赚钱的，何必这么较真呢？这份好处算兄弟们今晚的辛苦费，以后咱们合作发财的机会多的是。李经理，回去告诉周太福，阳光新城的每一根线、每一块板、每一桶涂料都要在账上写清楚。你们想压成本，可以从管理费里省，不能从老百姓的安全里省。退货，从今晚开始，恒远建工送进来的每一批材料，我们都要重新抽检，不合格的，一件也别想进门。这个诚信联盟被陈强打造的像铁桶一样，别发到业主群，千万别发！我们走，我们马上走。哼，好兄弟，咱们守住了底线，就是守住了老百姓的家。这墙，这地，太好了！我原本以为回迁房能凑合住就行了，没想到这比我那有钱亲戚家装的还要结实，还要精细呀，连个异味都没有。这真的是给普通人盖的房子吗？大爷，房子不分高低，住的都是一家人的心气儿。只要您老住的舒坦，咱们兄弟这半年的汗水就没白流。陈大工长，这是咱们小区3000户业主自发凑钱给您做的锦旗，给咱们普通人盖了一个能安心住一辈子的家呀，使不得！王大爷，您这一拜我陈强受不起，拿钱干活天经地义。这锦旗不属于我一个人，属于咱们良心工坊的每一把抹泥刀，每一把测距器。兄弟们，看见了吗？这就是咱们手艺人的最高奖项。不是什么公司发的金牌，而是老百姓心里的这杆秤。只要咱们腰杆子挺得直，干的活干干净净，走到哪儿，咱们都是这城市里最受尊敬的手艺人。凭良心赚钱，凭手艺吃饭，强哥威武！让太爷的这是替我接过单期标。张董，您听我解释，阳光新城那个项目虽然利润被陈强压低了，但好歹交工了呀。您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撤资？喂，周总，不好了，几个项目都变了。怎么变了？给我说清楚了！解约？为什么？他们不怕赔违约金吗？甲方说，他们看了网上的爆料，说咱们恒远建工在阳光新城项目里企图半夜把环不达标的材料送进厂，结果被陈强的人当场拦下。现在业主群都在讨论咱们恒远的牌子。甲方说，如果继续用咱们施工，他们后续招商都会受影响，不仅要解约，还要让我们承担违约责任。材料商呢？赶紧联系外地的材料商，大不了咱们降价接活，把名声再做回来。买不到材料了，周董。东海市建材圈已经表态，只愿意给守规矩的工地供货。外地的供货商一听咱们信誉出了问题，要求必须全款付现才发货。可咱们公司的公账上，昨天刚把阳光新城的尾款结清，现在连下个月员工的工资都紧张了。兄弟们，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咱们联盟自己凑钱在城东拿下的那块地皮，咱们手艺人自己的工匠小区前期手续终于走完了。明年这个时候，咱们在座的所有兄弟就都能住上自己亲手盖的新房子了。好，敬强哥，敬咱们自己。强子，我干了30年监理，见惯了这行里的尔虞我诈，是你让我看到了，只要把心摆正，咱们这帮拿泥瓦刀的人也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严工，老李，没有大家伙的严守，就没有我陈强的今天。这杯酒不敬天地，只敬咱们手里这把干干净净的抹泥刀，敬咱们问心无愧的良心。干！